明爵要成亲了，婚书缺你的属鸭。他终于来了。夫君宠妾灭妻，把我关进禅院整整18年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我早有新的夫君和儿子。18年不见，你还是如此令人作呕。陆侯爷一开口就要东西，难道没人教你求人该有求人的态度吗？求裴清衡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是我的正妻，在儿子的婚书上属鸭是你的本分。本分？一个被困禅院18年的正妻，也还有本分可言？姐姐莫怪侯爷，实在是明爵和礼部侍郎千金婚期在即，程家催得紧。您到底是他的嫡母，总不会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吧？我同靖安侯说话，何时轮到一个妾室插嘴？母亲，姨娘这些年为侯府操劳，已是不易，你又何必处处为难她？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母亲。姨娘虽然只是妾室，却比你更像我的母亲。如今父亲愿意接你回府，是给你体面，你却不该闹得大家难看。陆明爵，你今年20了吧？是。也不小了，怎么说话还像3岁没断奶？姐姐，你要怨就怨我好了，何苦和孩子计较？孩子养成这样蠢笨，确实你责任最大。裴清衡，你别太过分！婚书我不会签。18年清修，竟没修掉你半分刻薄。现在我就用家法教你怎么做陆家妇。你们若不服，就去京兆府，去宗正司告。陆承安，你别忘了，你今日过来是求我属鸭，求人办事就把姿态放低一些。当年你送来休书的时候，怎不记得放我出去同你去官府过了明路？你胡说什么？他竟不知道休书的事，但这又如何？终是盖着他的印来的。夫人是不是记错了？侯爷这些年从未提过什么休书。信封上盖着侯爷私印，落款是陆承安的名字。柳姨娘，我记性一向很好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侯爷妾身实在不知，许是底下人会错了意。那几年夫人怨气重，时常往府里送信，妾身怕扰了您清静，便叫人拦了些回来。原来我的信从未送进侯府。第1年春，送信4封，无回音。第2年秋，送信9封，尽数被扣。第3年冬，我病重求医，守门婆子收柳氏银钱1都，不许大夫入门。第5年秋，我陪嫁铺子收益被侯府账房支走1200两，牵领的是你柳家兄长。姨娘不是说母亲是自请清修的吗？夫人若怨我，我认。可我到底只是个妾室，哪有本事把手中伸到禅院去？冤不冤你，不如上公堂说。裴清衡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侯府若想求个体面，就先把这些年吞我的一笔一笔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放肆！你生是陆家的人，死是陆家的鬼，由不得你张狂。母亲，儿子练完剑回来，听说院里来了几个没规矩的客人。母亲，您不是说今日要改那篇军策，怎么又在做衣裳？本想等你回来试一试肩宽。他们是谁？侯府来人。原来是侯爷。怎么？侯府如今求人的规矩就是带着妾室和儿子一同上门逼迫。算什么东西？你敢插手我陆家的事？陆家的事？你们把人困在禅院18年不闻不问，如今倒还有脸说他是陆家的人？这是我母亲与我父亲之间的事，与你何干？把认妾做母说的这样理直气壮，看来陆家的家教确实烂透了。这位小公子，你这样说话未免太伤和气。一个妾室
也配在这里谈和气？你是谁？知道我是靖安侯，怎还敢如此放肆？我姓萧，名怀瑾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怎么回事？大招国姓！怀瑾，送客。几位，滚吧。当年你送来休书的时候，怎不记得放我出去同你去官府过了明路？休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侯爷别多心，夫人在禅院待得久了，怨气重些也是有的。侯爷难道宁愿信他，也不信妾身这18年的苦心操制吗？父亲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程家的婚书。他软硬不吃，那小崽子又是个深浅不知的萧家人。他既不肯签，那便不必再求。府里还留着他从前掌家时的旧字体和文书印样。伪造属鸭，一旦被发现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若不这样，婚事眼下就得黄。母亲不肯落印，分明是故意为难，存心想丢陆家的脸。做得干净些。他们果然一个比一个蠢，倒省了我不少口舌。母亲这是要收网吗？不是我要动手，是他们自己把脖子洗干净了。入禅院的第3月，我写下第1封信，问的是明觉夜里可还惊怒。第2封，3月之期已到，何时接我回府？到后来，等到的只有嫁妆转移的消息和一封冰冷的休书。母亲，真到了那一步，您还会心软吗？从前会，后来知道，没回来的人，不是忘了，是不在乎。京兆府那边的人证和口供，安危都已经备好了，只等母亲一句话。夫人，山下刚传为急报，侯府已经动手伪造您的属鸭，婚书今夜便要送去程家。很好，既然他们急着找死，那就明日京兆府见。那陆承安护不住自己妻子，由着后宅乌烟瘴气。陆家欺人太甚，如今还想拿脱骨2字来绑架秦皇，门儿都没有。父亲，母亲，清衡，你千万别犯傻！你表姐就是折在那大宅门里的，你难道还要往那火坑里跳？我若不去，明觉怎么办？清衡，我这一生最放心不下的，不是自己，是明觉。母亲不要睡！表姐，我在这里。清衡，我求你，替我照看他几年，别叫他在那乌烟瘴气的后宅里被糊弄着长大，别叫他受人摆布。你答应我，清衡，你答应我。好。明珠临终托孤，清衡既已在榻前亲口答应，总不能要明觉往后落到旁人手里，受尽委屈吧？老夫人这话倒轻巧，搭上我裴家一个女儿不够，还要搭上第2个。这也是为了全她们姐妹的情分。明觉那孩子日夜哭喊着要母亲，饭都不肯吃一口。老夫人不必多说了。清衡，这桩婚事，我嫁。你还真坐得住。你这又是何必？裴家百般阻挠，你却偏要硬挤进这陆府。你要知道，你不过是我母亲和族里强行塞给我的田房。你若不愿，其实不必这般勉强自己。侯爷若真不愿，
大可和族中长辈说清，也不必委屈自己娶我。你伶牙俐齿，既进了门，便安生过日子，守好你的本分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侯爷大可放心，我进陆家，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明觉。好得很，那你就守着那小子过一辈子吧。这样的男人，怎值得表姐搭上线？母亲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我是他唯一的依靠。明觉，过来。母亲不要走，明觉听话。夫人，这上个月厨房的采买账目，账上记的是为了厨房的狗，还是填了你们的私囊？滚！一天到晚就是账本银子，半点女子的温婉柔顺都没有。陆家还不至于短了这点吃穿。母亲，今日的千字文孩儿背熟了。好，去书房写10篇大字，字要端正，做人亦然。侯爷这是从哪儿带回来的？规矩都不懂了。清衡，她叫柳芸娘，不幸流落风尘之地，我不过是给她一处容身之所，你怎可如此刻薄？都是妾身不好，误了夫人的眼。侯爷千万别因为妾身和夫人生分，妾身这就走，哪怕冻死饿死在外面，也不敢给侯爷添麻烦。你往哪儿走？这侯府是我做主，她一个弱女子能碍着你什么？不过多双筷子罢了。人我已经带回来了，住偏院，绝不越过你。侯爷若真要行善，大可给他几两银子打发去安里，把人带进内宅，算哪门子行事？够了！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主母嘴脸。来人，带云姨娘去偏院安顿。偏院这个月多支了80两现银。这是柳姨娘身子弱，要添些上好的银霜炭和西域软润。侯爷吩咐，就可以不经主母印示，直接在公账上打秋风。夫人息怒，都是妾身的错。妾身本来也说不必这般迷耗，可侯爷心疼妾身可及。夫人若是不喜，妾身这就把东西退回去，万不可因为妾身伤了您和侯爷的和气啊！不过是80两银子，你堂堂侯门主母，竟要像个市井泼妇一般斤斤计较，闹得何府不安吗？侯爷若用自己的私房去博美人一笑，我绝不过问。但这侯府公账有公账的规矩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这80两记在侯爷的私账上，少一文都不行。好啊，看样子我这静安侯府是装不下你了。无论如何都要救我母亲啊！老夫知道一个偏方，福缘深厚的晚辈去佛前清修祈福3个月，老夫人必能逢凶化吉。后辈之中，只有夫人出身高门，命格贵重。侯爷，马车已经备好，清河，我现在送你上山，好早些为母亲祈福。恭候夫人多时了，夫人清修之时，不会有任何人来此叨扰。不过3个月，你安心在此为母亲祈福，等母亲身子健好，我便亲自来接你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侯爷多关心一下明觉的课业，别让他贪玩。你放心。老夫人身子可安，3月之期已尽，何时接我回府？劳烦嬷嬷，一定送到侯府。夫人放心，老奴一定送到。明觉近来读书可还用功？换季可曾咳喘？3月之期已满，侯爷可派人来接了。夫人，外面的院门，他们把外门落锁了。
来了，奴婢去求探，婆子说东探紧，要先紧着前头大殿。奴婢又去求大夫，他们连院门都不让出。夫人既在佛门清修，就该静心养病，禅药喝几服就好了。大雪天见什么大夫？夫人，您都病成这样了，别写了，先躺下吧。我要是不记，往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说不清。夫人，后山那边像是有个人掉下来了。夫人，后山那边像是有个人掉下来了。夫人，您烧成这样，不能出去。拿斗篷来。这深更半夜，外头风雪那么大。去看看。夫人，这雪越下越大了，咱们先回院里吧。再走一段。夫人，真是个人，全是血，要不要去报官？还有气。可若是歹人呢？若真是歹人，外头追杀他的人比我们更怕他活着，被追到这种地步还攥着刀不放，和我一样都是被逼到绝路的人。先抬回院里。夫人，就来路不明的男人，若让侯府知道……侯府已经想让我死了，我还怕什么罪名？帮把手，快！抬稳了。夫人，这人伤成这样，怕是活不成了。肩上有毒。夫人，咱们还是把他送出去吧，万一惹来杀身之祸。送出去，他立刻就死。抬都抬回来了，现在怕，晚了。烧热水。没有路印，没有腰牌，没有姓名，这样的人，要么是麻烦，要么就是机会。先试试。你是谁的人？若我真想害你，方才在雪地里便不会把你抬回来。回答我，你是谁的人？我若说我谁的人都不是，你信吗？这里是青宁禅院后院，我如今连自己都出不去，更没心思替扒人卖命。出不去，与你无关。你中了毒，肩上和肋下都有伤，若再不用药，不等追你的人来，你自己就先撑不住。为何救我？因为你还有用。哦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。你若活下来，也许哪一日，我能问你一句路。名字？问我的。裴清衡。你呢？阿叶。你最好别死在我这儿。裴清衡，你看起来不像是会乖乖被困在这儿的人。那你就活着看看。夫人，这人太危险了，咱们真要留他。危险的人未必不能为我所用，真正想要我命的，从来不是他。阿燕，你最好真有我留你的价值。清修之地，怎么会连院门都有人盯着？
你若真是来清修的，何必记这些？你既借住在我院里，最好少打听。不是清修又不能出门，你的信送不出去，外婆的人也没人来接。裴清河，你是被困在这儿的。你看出来了，也不过多一个人知道，我出不去，知道的人再多，也替我开不了门。开门！快开门！夫人莫怪，侯府那边说近日外头不太平，怕有人往禅院家带消息，特命老奴们仔细搜一搜。搜我的院子，也是为了夫人周全。若真混进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，侯府的脸面往哪搁啊？既是为我周全，那便先搜你自己。这些年能进出我院门的，不是外人，正是你们这些婆子。老奴奉命行事，夫人若真清白，何惧搜检？给我搜！站住！没有侯府文书，没有官府手令，你一个奴婢也敢带人擅闯主母院子？今日谁敢迈进去一步，我就记他一笔以下犯上。周婆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逼我到这一步？柳云娘在侯府当家当久，连侯府主母的屋子都敢来搜了。滚回去告诉她，有本事她自己上山来。你方才那一下，倒像真动了怒。我若不怒，今日你就该被他们翻出来了。看见了。你若真想出去，不会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有准备又如何？门在外头，锁也在外头，光凭我一个人拆不开。那你想出去吗？想。既然想，就别再只会等。我早就不等了。赃账、信体稿、证人去向，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他们一个个按到公堂上去。如果我说我能带你离开，你愿意和我走吗？夫人，不好了！周婆子下山前使坏，把咱们院里过冬的炭全带走了。只是不想让她继续活了。夫人，您别睡，千万别睡，求妈妈请个大夫。夫人高热，再拖下去会没命的。心火郁结，静养就好。佛门重地，不宜外男进出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阿燕公子，您怎么出去的？他们是……裴清河，你还真敢把自己熬死！禅院看守极严，他是怎么带人进来的？夫人寒邪入肺，再拖半日，神仙难救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，炭被扣了，药被脱了，连大夫都有人拦。裴清河，你在这儿过的就是这种日子。我死不了。死不了。今夜若我不来，你明日就该被人抬去送往生京了。喝了，怕苦？不是，只是太久没想过，真会有人把药送到我手里。以后会有。夫人，把药喝了吧。阿言公子手下的人办事真稳妥，连续5日给您送药，门口的婆子都没发现。送药便罢了，送墨做什么？主子说旧墨用久了伤腕子。主子还说炭火药才可以送，命却只有一条。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这份人情我收了。夫人，这位阿言公子待您到真上心。
主子问裴小姐会不会记账？这些从哪儿来的？你该问，看明白了吗？你记下的都是委屈，可委屈最不值钱。断你月银有账，亲你嫁妆有账，买通婆子有人证，拦你书信有底稿。想扳倒陆家，靠的不是眼泪，是证据。旧仆下落要查，铺子账目要查，陆家这些年做过什么都要查清。查旧仆，我需要人手。这算求我？算。好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主子，京中出事了，那边盯上了。我得离开一阵。等等，沈万山5年前被陆家辞馈，我怀疑另有隐情。程嬷嬷是我旧仆，我上山后便失踪了。这2人若还活着，能补全我手里的证据。好。你不问原因？找证据，还能为什么？还有别的想查的吗？母亲，先找他们，其余的等你回来再说。好，裴清河，等我回来。开门！侯府送冬衣来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柳姨娘派人来了，看着来者不善。他倒是等不及了。干什么？看什么？自然是替柳姨娘来看看，夫人在这山里是不是还没认清自己的身份？柳姨娘让我带句话，侯爷如今眼里心里都没你了，你若识窍，就老老实实烂死在这山里，别再妄想回府碍眼。这是侯爷给你的，看完了就该知道自己往后算个什么东西。夫人，夫人，沈叔，起来。夫人刚上山那2年，陆家就以代主夫掌家为名，把您的裴家铺子、庄子汇进公账，西街胭脂铺、南城绸缎行、郊外庄子全被转期挪账，一半填了侯府亏空，一半进了柳家的口袋。契书呢？原件抢不回来，老奴只誊下了抄底，几笔票号去向也都记着。夫人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吞了我的，我要他们连皮带骨吐出来。主子加急送回来的。休书留好，回来后我带你算总账。夫人，陆承安不是一时糊涂，他从根子上就没把您的东西当成您的。老奴被打发走前，还听柳姨娘身边的人提过一句，说夫人既然在山里清修多年，不如顺势扶柳氏上位。扶正，他也配？侯爷难不成也应了？扶正，他未必立刻答应，可若他从没动过这个念头，柳云娘的人不敢放这种风声。若今后过得不顺，别死撑。裴家总是你的家。把这些抄底分门别类，重新治一遍。我要他每走一步都走成自己的罪证。主子来信，请裴小姐亲解。山下事已了，3天后我回禅院。这不像靖安侯的手笔，大约是柳云娘当初混在文件里面的。他这是为了羞辱你。前几日看到他时，我也不是半点感觉都没有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东西来得倒正好。确实，来得正好。裴清河，我带你走。我不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若这样走了，就永远只能是个不见光的人。我要他们亲手开门，我要堂堂正正走出去。你若跟我走，
我能替你换身份，安置人生。陆家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你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会说，我这个被困禅院多年的正妻耐不住寂寞，与外男私逃。陆家吞了我的嫁妆，洗了自己的名声，还能反咬我一句不知廉耻。阿燕，我若现在走，痛快的是他们，苦果还是我咽。你笑什么？笑我眼光不错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本小姐性格好。好，你要堂堂正正出去，我陪你等你那个时机。你就不怕等到最后是一场空？你若是个会等成一场空的人，当初就不会把我从雪地里捡回来。既然不走，那便继续备着。从明日起，旧仆旧账旧妻，一样一样补齐。裴清衡，这条路我陪你走。方才倒没见你怕。你若再说，今晚就去睡耳房。裴清衡，我没告诉过你我是谁。我姓萧，名燕之。萧燕之。现在才告诉你，不是有意瞒你，是我不想在你面前连名字都是假的。大招欲望。怕了。只是突然觉得我好像捡了个了不得的人回来。裴清衡，这次是你甩不掉我了。你倒比我想的镇定。我这次回京，已经和太后禀告了，我想娶你，做我的王妃。他大约不高兴吧？最初是，他觉得你的身份太麻烦。我若站在他的位置，也不会喜欢自己儿子与一个被困禅院的侯门妇人牵扯不清。我同他说了。说了什么？我说，我今生只要你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今日是什么日子？19了。19了，这个月的小日子迟了整整10日。19了，近来身子发倦，闻不得众味，胸口时不时发闷。若只是偶然，倒还罢了。若真有了，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。他呢？王爷昨夜回宫后，被太后娘娘留在慈宁宫了，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。王爷怕夫人多心，特命属下来报个平安。王爷说让裴小姐先顾好自己，外边的事他来顶着。你怎么出来的？偷跑出来的。再不出来，我就要得相思病了。你这样出来，太后那边……先说你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月食迟了10日。等等，你先告诉我，若是真的，该怎么办？若是真的，就生下来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皇家非议，怕朝中弹劾，还是怕旁人说你是外室，说这个孩子来的不光彩？裴清衡，你不是谁的外室，这个孩子也不是见不得人的孩子。你是本王认定的人。张氏，去请太医。
恭喜王爷，夫人已有近1月身孕。若陆家知道呢？若这禅院里的人知道呢？若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要跟着我一起困死在这里呢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。你是怕护不住他？我连自己都还没出去。若真生下来，他一开始就得跟着我困在这里。不会，孩子既来了，我就护得住，你也护得住。你如今在外头，也未必全然安稳。那是我的事，你只要养好身子，把孩子平安生下来，其他的我来。好。王爷，宫里有话。太后娘娘说，若曼安坐实，先把曼安送入宫中。我还没看完。看了1日了，我该心疼了。再抢，我就当你是在勾我。怎么了？你儿子等不及了。当时叫稳婆，请太医。王爷，这产房血气重，您得出去。本王不出去。夫人撑住，小世子胎位正，只是头胎难些。裴庆恒，你若疼，就抓我。别哭。好，我不哭。恭喜王爷是个小世子。裴庆恒，你吓死我了。行了，孩子，名字我想好了，怀瑾。怀瑾，好。王爷，太后娘娘要见小世子。你若不放心，孩子先不进宫。不，怀瑾不是见不得人的孩子，既然他要看，就让他看。好，那就让所有人都看看，你生下的是我萧衍之的儿子。这孩子像燕之，再挑最稳妥的乳母和嬷嬷过去伺候。这孩子倒真会挑着时候来。为了孩子，我不能永远做禅院里的下堂妇。陆家明日上山，想求夫人赎婚书。来得正好，我还怕他们忘了，我这里还有一笔总账没算。那明日儿子陪母亲一起等。这阵仗不像求人，倒像来接一个该低头的人。侯爷今日倒有空。明爵婚期在即，程家那边卡着婚书不放。我今日来是接你回府。接我回府？侯爷说这话前，可曾想过，这18年我在这山里算什么？过去那些事不必再提了。姐姐莫气，程家最重礼法，婚书缺了嫡母吸押，旁人谁都带不了。您到底是明爵的母亲。母亲，原来你还记得，我还以为你站在柳姨娘身边久了，早忘了谁才是你名义上的母亲。一个妾室能代主母掌中贵，替主母养孩子，
还陪侯爷出入受奉承。柳云娘，你脸皮比这山门的石头还厚。裴庆恒，你够了！婚书我不会签，人我更不会回。若侯爷不服，尽管去官府，去宗正寺。可惜我给侯府备的不是婚书，是状纸。你疯了！我若真疯了，侯爷今日便不会上山来求我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若有怨，大可回府再说。侯爷也知道是家丑，那你把我关在禅院18年时，怎么不想想？姐姐，侯府不是不能补偿，抬回去。迟到18年的东西，不是补偿，是孝服。裴清衡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。第一，把我这些年被侯府失走的嫁妆、铺面收益、庄子租息，按账还来。第二，把柳云娘接手的账房、私库、柳家往来一并交出来。第三，把和离书备好，再来同我谈。母亲，您非要这样决吗？母亲，若他们说完了，是不是该滚了？陆家伪造了夫人的手押，婚书已经送去程家。他倒是急着丢脸。程家怎么说？礼部侍郎夫人亲自核对后，察觉字迹不对，用印位置也不对，婚书当场退回，只说一句：“嫡母袭押存疑，此婚事暂缓。”程家倒还有些眼力。如今城中已传开，侯府未赶婚期，竟敢伪造婚书，脸面已丢了大半。侯府管事来了。侯爷一时情急，底下人办错了事，请夫人大人大量，先回府商议。告诉侯爷，若想让我回去，便先带着账本、私库钥匙和和离书一道上山，少一样都不必来了。母亲，这样够了吗？还不够。程家只是把婚书打回来，还没真正伤到根。等后府知道求我是求不来的，他们才会更慌。裴清衡呢？夫人一早便下山了，去的是京兆府。他怎么敢？你们侯府敢伪造婚书，他为何不敢告状？堂下何人？所告何事？民妇裴氏状告晋安侯府陆承安，求妻禅院18年，断月银结妻信，亲嫁妆，纵妾乱家，又于近日伪造民妇赎押，欺瞒姻亲，图谋婚书。求妻18年还敢伪造婚书？你有何证据？第一份是我入禅院后寄往侯府却从未收到回音的信稿。第二份是这些年禅院内外断银断药、守门收贿的账册。第三份是侯府支取我陪嫁铺面、庄子田产收益的抄账与契纸。晋安侯陆承安到。陆承安，裴氏状告你求妻断信、亲嫁妆、伪婚书，你可认？裴氏当年是自请上山，为母亲祈福。自请？侯爷遣车马接回，自请清修，会峰峰都求回府，连病重都没人管，这也太狠了！大人明鉴，这些信侯爷当真从未见过。若妾身早知夫人受了这么大委屈，哪怕拼着被责罚，也一定把信送到侯爷手里。柳姨娘的眼泪倒是比18年前更值钱了。2年10月初3，周婆子自侯府西角门上山，收柳氏银2两，主信件一律拦下。第3年冬，守门婆子收柳氏银钱宜多，俱放大夫入院。第5年春，柳家兄长自我陪嫁胭脂铺支银600两，签的是柳氏私印。你每哭一次，每演一次，每收买一个人，
我都记着，你的每一滴眼泪，我都替你记过账。回大人，周婆子、守门刘婆子皆已在外听传。传人证。裴氏所言可属实？老奴只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你看我做什么？我何曾叫你拦过信？是柳姨娘，她说夫人在山里修心养性，信件能压便压，大夫能不放便不放。那锁呢？外院一道，后门一道，我住的后院院门还有一道。你告诉大家，那3道锁是谁叫落下的？是侯府传的意思。最早是侯爷身边的小厮来过，说夫人要静养，不许见外人，也不许轻易下山。后来柳姨娘又叫我们听信些。我何时说过要求他？我只是让他安心养病。可锁是你的人先落下的，不是吗？侯爷如今装什么不知道？当年若不是你嫌夫人碍眼，嫌她事事拿规矩压你，我敢叫人落锁吗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？是谁说夫人性子太硬太冷，待在禅院里家里反倒清静？是谁说她不如我知冷知热，懂你心思？是我拦过信，递过话，想让她回不来。可侯爷若不是默许，我敢吗？你若真想借她回来，青宁禅院的大门早就开了。此案牵涉侯府家务、婚书礼法、宗族名分，本府不敢擅断。来人，将案卷、状纸、人证供证一并封存，转呈宗正司。夫人，靖安侯刚遣人出去。清衡，事情闹到今日，是我没想到，可你我到底夫妻一场。夫妻一场，我被困禅院18年，你没想到；柳云娘亲我嫁妆，断我书信，假你名义送我休书，你没想到。如今案子上了公堂，你才来问一句何至于？陆承安，你不是没想到，你只是觉得这些都不重要。你敢把主意打到我儿子身上的话，最后一点退路就没了。王爷那边的人已经布好了。来了，既来了，就别急着走。侯爷，我只是想把孩子接回侯府，好好问清楚。侯爷半夜带人翻墙入院，原来是来问话的。母亲，这就是陆家那位侯爷。瞧着，也不过如此。靖安侯夜闯誉王世子住所，胆子不小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我家小主子是誉王殿下之子。不可能！母亲，这种人要怎么处置？先压着，等你父王来了再说。秦皇，我不知道。又是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柳云娘拦我的信，不知道我的嫁妆被搬空，不知道禅墨落了3道锁，如今又不知道自己闯的是谁的院子。父王，
就是他。是。陆承安，你胆子倒是不小。王爷恕罪，臣不知那是。闭嘴！你若再说一句不知道，本王现在就让你知道，夜闯誉王世子居所是什么罪。可有受惊？没有。他没受惊，是他胆子大，不是你们陆家够资格惊他。本王早说过，陆家若识趣，就该守着禅院外头那点可怜脸面安分些。偏你们不知死活。王爷，臣真是一时糊涂。王爷还……你今夜来，是想把怀瑾带回侯府，逼清风低头，是不是？本王的人，也是你能算计的。压下去。陆明觉，裴氏在禅院这些年，究竟是自请清修，还是被你父亲困住？回大人，我母亲当年确实自请上山，为祖母祈福，也是因自己体弱，需静养清修。那你可知裴氏这些年是否写信回府？不知。我年幼时只知母亲在山中礼佛，后来长大些，也只知她不愿回府，不愿见人。还有一事，青宁禅院中的萧怀瑾，陆家称其出身存疑，你可知那少年来历？那少年或许本就是陆家血脉。把第一封旧信呈上去。什么信？裴明书临终托孤信，也是陆明觉该跪着看的第一份东西。这是裴明书的亲笔？是。你不是总觉得我进陆家是为了主辅位置吗？那你今日就好好看看，我当年答应嫁进陆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既已替侯府做伪证，那我也不必再替你留最后那点脸面。明书临终托孤，求表妹清衡代为照看明觉。若日后入陆家，不为情，不为位，只为护此一子。陆明觉，你方才说他自请清修，不愿回府，如今你还这么想？那封信陈年旧物，谁知是真是假？伪造，柳云娘，你自己惯会伪造，倒看谁都像你。
这是陆公子幼年启蒙册、病战、食谱、课业记等，皆是裴夫人亲笔。那时还是真心想把我养好的。决字旁多一横，重写3遍。决色中。今日写的比昨日稳些，赏糖一枚。换季可喘，甜食减半。陆明宇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做过这些，也不能证明他后来不是自请清修。你还敢提自请？一个7岁的孩子会被你哄骗，20岁的陆明觉总该长了脑子。旧账看清了，那便继续，把埋案和太后手谕一并呈上去。宗正四卿明鉴：我与靖安侯本无夫妻之实，休书更证明我们早没夫妻之名。陆明觉怎敢说我的儿子是陆家血脉？首句在此。裴氏于清宁禅政所产之子，确属皇室血脉。皇室血脉，那孩子竟真是誉王殿下的儿子。你方才说萧怀敬或为陆家血脉，如今证据齐全，你可知自己那番话是何等罪过？靖安侯求妻断信，亲嫁状伪婚书，罪状已实，又于堂上编造皇亲血脉来历，罪加一等。大人且慢，是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底下竟敢如此阳奉阴违。柳云娘的事，我也有视察，嫁妆、账房、来信、休书，我若早知，绝不会送她至此。侯爷这句话，还是留着说给你自己听吧。你不知道我被锁在山门后，不知道我病了请不到大夫，不知道我的嫁妆被陆家搬空，不知道柳云娘拿你的名字送我休书羞辱我。可你知道我18年没回来，你知道柳云娘长着内宅，你知道陆明觉口口声声叫我母亲，却句句护着她。圣旨到。靖安侯陆承安纵妾乱家，囚困正妻18年，断信亲嫁妆、伪婚书，有失门第之德。即日起，剥夺一切长事之权，削去陆承安一切优免。柳氏擅权乱府，拦截书信，侵吞主母嫁妆，伪传休书，着即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返京。裴氏青红夫妻恩义已决，今判与陆承安一决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庆皇，侯爷，以后别再这么叫我，你不配。太后懿旨到。裴氏青红品行端方，遭役多舛，困守禅院而不失其节，抚育皇嗣而有功。今陆氏既议决，前缘已断，特册其为誉王正妃，择即入王府，钦此。誉王妃，这哪是弃妇，这分明是一步登天。臣女谢太后恩典。王妃娘娘，太后还让奴婢带句话：从前委屈了你，
往后王府便是您的家。走吧。这哪像从禅院里熬出来的人，分明是天生的王妃气度。侯府眼瞎呗。重不重？还好。骗我！你从前连后鞋的冬衣都嫌沉。这会儿跪有何用？18年不接人回去，如今倒想起来求了。母亲，母亲终于不用回那座山了。王妃，陆明爵求见。你要去西北？是。侯府已成这样，我留在京中也不过是叫人看笑话。我不是去躲，我是想去看看真正的苦日子是什么样。你今日来，是求我原谅？不敢，我知道，我没资格求。银票拿着，路上保命。这块玉是你3岁那年我替你备下的，原本想等你大些再给你戴。戴上它，不是让你念旧，是让你记住，你不是靠柳云娘几滴眼泪长大的。你母亲临终托孤，我曾认真想把你养好，可你后来走偏了。现在既然说要去西北，那就自己把路走正。是。活着回来。母亲还给他银票和玉？不是给他玉，是给过去那个3岁的孩子一点交代。这不是侯府那位，听说事发了，要被流放。侯爷，救救我！只要你去求王妃，不，只要你去求裴青南，他总还有几分旧情。你现在装什么后悔？当年说裴青魂冷，说他管得多，说他待在禅院里反倒家里清静的人，不是你吗？送休书的主意是我出的，可若不是你给了我这份胆子，我敢吗？若他还是那个困在山里的欺负，你会后悔吗？会。只是我明白的太晚了。王妃，西北来的信。儿子一切安好。王妃，陆承安。走了。母亲，出什么事了？陆承安死了。哦，那您今晚能早些陪我看西北玉图吗？父王说我上回漏一条小道。好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18年前若有人告诉我会有今天，我大概不会信。现在信了？信了。原来人真能自己走出来。不是能，是你本来就走得出来。